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手人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品牌是 Aorus，那它的型号是最新的 Diver State，没错，就是那一款取代掉 Diver 65，在2025年正式成为 Aorus 复古潜水表核心的款式的最新作品。那说实话，这只表一推出，我就觉得必须要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它不光是换了个名字，也换了个圈口，背后还有很多品牌定位上面的玄机。等一下，吉米就慢慢拆解给你们听。OK，那破完题，照惯例，影片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如果你们喜欢手表，也喜欢设计，喜欢从不同角度去看生活的人，那这边就是你的舒适圈。麻烦大家看影片之前，如果是新来的朋友，帮吉米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这样未来的话，我们的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那记得看到广告的时候，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小小的举动，对我跟小编来讲是巨大的鼓励了。OK，在这边先跟你们说声谢谢。好吧，那我们回到这一次 Aorus 的 Diver State。老实说，Aorus 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不走大集团路线的品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很想要去保持他们的这个独立性。那这次他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把红了快10年的这个 Diver 65的系列停掉，直接换成了 Diver State。那有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小改款，但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交替。你们设想一下，Diver 65当年靠着1965年的首款潜水表的灵感翻红，那现在时间一转眼，刚好2025年就是快要60周年。这个时间点 Aorus 要重新定义这个系列，其实也蛮合理的，对吧？那吉米自己是觉得这支 Diver State 它不光是规格上有一个提升，什么200米防水、陶瓷表圈快拆表带，那这些当然很棒，但重要的是它气场变了，从一个复古情怀的小众选择，变成了一个准备放进主线跟市场主流比拼的经典潜水表。换句话说，它不只是怀旧的路线，而是要长线经营。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吉米会陪你们一起走过这只表的历史脉络，我们来看看它怎么样从1965年一路演变到今天，然后我们也要仔细拆解一下它的这个设计的细节，包含表壳的改动、表盘的光影效果，以及那个特别颜色的沙色表盘。最后我们还要聊到市场的定位，以及它跟 Tudor Black Bay 58比起来怎么样，又跟 Longines 的这个 Legend Diver 有什么差别。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因为吉米不只是要帮你们看这只表，还会聊到一个问题：当 Aorus 的小众复古变成了主流的核心的时候，它还能不能够保持住那一份独立品牌的灵魂？这可能会比单纯的规格升级，我觉得会要来的更重要哦。好吧，那首先我们来理解一点 Aorus 的这个 Diver State，你要先回到1965年，那一年 Aorus 推出了自家的第一支潜水表，表径是36mm，然后防水是100米。那表盘有大大的阿拉伯数字，还有当时很特别的夜光涂料。那这只表在当时的规格也不算是多顶尖，但是它却靠一个转折点，代表 Aorus 进入了真正专业的潜水领域。那快转到2015年，那正好是这一支潜水表的50周年生日。那 Aorus 推出了 Diver 65去致敬过去，没有想到它一炮而红，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复古热潮爆发，大家对于60年代的潜水表欲罢不能。你们看看那几年，基本上 Tudor 的 Black Bay， 然后 Longines 的这个 Legend Diver， 基本上都在炒这个怀旧情怀。然而165凭着一个合理的价格、独特的外观，马上就变成了热门款。那接下来的10年 ，Aorus 不断的扩展这个65的系列，从38、40、42的 millimeter， 各种尺寸全部齐全，然后还玩过青铜色、双色、联名，搭配过自家的 Caliber 400的机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变化，大家开始嫌弃仿旧的夜光，觉得它有点太刻意，开始要求更多实用的规格。100米的防水，放在2015年可以接受，但2024年就显得好像不太够诚意。这也就是为什么2024年底 Aorus 宣布推出 Diver State， 正式让65退出市场。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交接，从单纯的怀旧变成真正主力潜水表。吉米自己觉得这个点非常重要，这也代表的是 Aorus 他决定要走得更长远，不再只是单单靠这个炒作情怀，而是要跟市场的主流规格进行正面的对决。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来看，
从2020年后疫情之后，整个高级手表市场变得两极化，一边是 Rolex、Tudor、Omega 这种大集团主导的品牌，然后另外一边呢，则是独立制表跟小众品牌。我觉得 Oris 这一次的策略明显是想要把 Diverse State 打造在两者之间的一个选项，既有独立品牌的自主设计的灵魂，它又有主流规格的实力。所以你说 Diverse State 只是65的升级版吗？我个人觉得不止，它更像是 Oris 在2025年给自己定的一个全新的方向，让经典的潜水表要成为品牌未来10年的核心支柱。我们来细看一下这一只手表的设计。首先，它拥有 39mm 的这个直径， 12.1 的厚度，以及 46.5 的 lug to lug。这个数字基本上可以说是黄金比例，不会让人觉得它像古董表，也不会显得太大显笨重，戴在手上就是刚刚好。No matter 你是男生是女生，手细手粗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再来是它整个表壳的线条，跟65相比， Diverse State 的表耳显得更为的立体，而且还有倒角的这个修饰。光影在不同的角度下切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漂亮。侧面维持抛光，顶部是拉丝，这种混合的处理让它既有复古味，又不会失去这种高级感。那最明显的呢，就是改进了整个的表圈。那以前的65用的是铝圈，所以它比较容易刮花，现在换成了黑色的陶瓷，所以上面有刻着白色字体，乍看之下还有一点点劳力士的味道。不过它不是那种死板的亮黑，也是带有一点微微的雾面的那种质感。我觉得不会到太浮夸，但是又保有现代的味道。那120段的单向旋转圈，手感非常的扎实，声音也非常的清脆。再来我们看一看表盘，这次用了3个颜色，有经典的黑色、深蓝色，那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放在荧幕画面上面的这个米纱的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在阳光下有点像香槟色，在室内又会变得更为柔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完全让 Diverse State 跳脱一般潜水表的那种铜质设计的感觉，细节上时标都换成了立体的刻度，边缘用了倒角抛光，这些小地方一看就知道 Oris 在时标上也下了一番心思，光影的变化，表盘就马上闪烁起来。时针跟分针依然是这种宝剑型的剑形针，这次也加了立体感，让读时更为清楚。白色夜光则是用 Super Luminova， 它发出的蓝色的光非常干净利落，不再用仿旧的米黄色夜光，这一点让我个人觉得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复古可以，但是不一定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旧表老表的感觉，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新表，有一些新的精神，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违和的。那最后讲到表带，这一次 Oris 配了这个标配的钢带，然后还有这个 Tropic 橡胶带，还加入了快拆系统。那钢带看起来像是普通的这个3节式设计，可是实际上它是阶梯状的这个那个缩窄，加上仿铆钉的设计，让整个照片呢看起来是非常有它这种复古的味道。你们可以看到它就有点像 Tudor 的那种铆钉式的设计的表带，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不错的。那扣具也升级成实心的双按扣，并且提供多段的微调。那吉米觉得唯一可惜的就是它没有这个把这个，我觉得它的胶带设计上面应该质感可以再做一点提升。虽然它有快拆系统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讲如果橡胶表带可以做的再更细致一点，我觉得会更棒。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以这个价位来讲，我觉得 Diverse State 给的东西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了。Diverse State 设计上它并不是革命，我觉得更像是把原本的65做了一个精致化，把65的小修点、小缺点一一的修掉。现在呈现出来的反而是一个更成熟、更耐看的版本。那搭载的是 Caliber 733，基本上就是 Sellita 的 SW200-1， 然后加上了红色的自动陀，摆陀是在这个摆动的频率是在4 Hz，41 小时动力储能，26颗轴承宝石，功能很标准，秒针可以停，那手上链可以手上链。那很多人会批评说，这个价位还在用 SW200， 为什么不给400？在这边吉米觉得要从2个角度去看。第一个
Caliber 733虽然不是自家机芯，它是 SW， 它是 Sellita 的200系列，但是它便宜好维修，全球师傅都会修，不会有维护的难题。那对一般玩家来说，反而其实是一个日后持有成本比较低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 Aorus 很明显在做产品区隔，733放在入门 ，Caliber 400则放在高阶，避免打架。那缺点上就很明显，就是动力储能。因为38到41小时的动力储能，以现在市场主流的70小时以上，确实显得有一点弱。假如礼拜一你放下来，礼拜一要再带，可能就停走了。那这一点比较起来的话 ，Black Bay 58这就是有更大的优势。不过我自己会觉得，这只表它的走时还算准确，每一天大概在正7秒，虽然没有到 COSC 的认证的这个标准，可是我觉得它也绰绰有余。加上背兜的设计，看到他们招牌的红色自动拖，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就多了一份观赏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很规格至上的手表用户，那这颗机芯你就会很明确的觉得它拖了你的后腿。可是如果你看的是简单、可靠、实用，然后符合品牌定位，那我觉得这颗机芯其实很符合这一次 Diverse State 的角色定位。那最后我来聊一下这个价位，它的价格大概是定在$2700，那这个价格刚好就卡在2个竞争对手中间，一个是 Longines 的 Legend Diver， 大约是$2400，以及 Tudor Black Bay 58，那就是$3800。所以卡在这中间呢，我觉得 Legend Diver 它虽然是标准的防水300米，但是它没有陶瓷圈。Black Bay 58则是有自家的机芯，70小时的动能，明显优势更大。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选 Aorus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于品牌氛围跟设计感的微塑。Aorus 它并不是大集团体旗下的品牌，所以它保有品牌的独特性，这在表圈都是大集团在玩的游戏里面，其实现在很少见。很多玩家就是喜欢这种有个性、不随波逐流、不因市场趋势而去改变自己的初衷的那种感觉的品牌。再来 Aorus 它在设计的处理非常的巧妙，像是我刚刚讲的米沙色的表盘，让 Diverse State 很容易在同一个集聚里面变成一个特别的存在。我自己是觉得这只表的定位很像是一个小而美的独立品牌的代表作，它不是便宜，也不是高不可攀，它让你在3000块以内就可以买到一只有故事、有设计、有独立制表精神的瑞士潜水表。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刚进入入门机械世界，想要一只上山下海又能够穿西装轻松穿的全能表，39mm 200米陶瓷圈都很足够日常。那第二种就是你玩过了 Tudor， 玩过了 Omega， 你想找一些不同风格的味道的玩家，那可能市场太多人戴 BB58， 那 Diverse State 就会有一个低调中有设计感的一个选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 Aorus 这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它品牌的独立性，没有被大集团收购。我觉得对于某些玩家来讲， Aorus 这一些背景比规格更重要。对，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喜欢细节的人，米沙色的表盘、立体的刻度、快拆的表带，这些小地方积累起来就是一只很有个性的手表。再加上它是阶梯式的这个铆钉扣式的这个表带，它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价位也算是蛮不错的。总结一下 ，Aorus Diverse State 呢，我觉得是一只精致化的潜水表，它的升级不是那种浮夸的革命，而是很扎实的在上一代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进。200米防水、陶瓷圈、立体刻度、快拆表带，全部都是大家过去对于65的一些怨言。那现在10年过去了，那一次帮你解决。那有人会说它的机芯规格不够亮眼，跟 BB58 比起来它是输，没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事情就是，手表不是只有规格 ，Diverse State 的价值当然就是一部分是它的品牌氛围跟它的独立精神，它并不是大集团下的量产公式，而是一只带有 Aorus 灵魂的一只还不错的潜水表。所以吉米会这样子看，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最强的性价比，市场上的确有更便宜的选择，但是如果你们想要一支有个性一点，能够代表你的独立品牌作品，那 Diverse State 会是一个很棒的答案。OK，
那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手表是不能留住时间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每分每一秒我们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戴表能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并且永远保持着正面的心态去活出每一分每一秒。好了，那看到这边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啊！没有看到广告的话，记得帮吉米多看10秒钟。我是蓝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Peace。